好，我们看一下，还有一个胖丫头，极其骄傲的姿态，一脸不屑的表情，看不起我们现代人是吧？不正眼瞧我们，一脸骄傲。注意，中国历代陶俑，如果你看女性的陶俑，根本找不到这样的神态，只有在大唐你可以看得到。这就是一个时代精神的艺术写照，很真实。所以我们看到给他加完陕西的羊肉泡，这个气概就有了，是吧？活得洒脱呀，对不对？不是为别人活着的怎么开心怎么来，是吧？看得很清楚。好，当然还有，这是菱花镜，镜子的形状是菱花形，中国人喜欢的文化，菱花。照日菱花出，凌迟满月生，观看金茂整，窃映点妆成。照菱花就只照镜子，是源于隋代的这首诗，这首诗出现在上面。那更重要的是，这个镜子不要小看它的造型是菱花形，它里面的内容呢，海兽葡萄纹全部来自于西域。在大唐我们生活的角落，你随处拿一个器物，很可能中西文化完全交融的东西。这只是盛世大唐，开放的不得了。这个镜子国宝，西安博物院金贝铜镜两种材料铸造而成，很珍贵。旁边这个女生手上拿的镜子脱落了，如果给她放个手机，各位知道她在干嘛吗？一定自拍。自拍是自恋的表达，唐代女人和我们现在一样。所以女孩你看满脸微笑，很自信很自恋的样子，特别可爱的一个唐代女人的形象。注意，她是盛世大唐的装扮。大唐诗人周恪写了首诗《逢邻女》，日高邻女笑相逢，满素罗裙半露胸，莫向秋池照绿水，参差修煞白芙蓉。诗人心动了，天哪，你睡了懒觉起来要到池子边照镜子，千万别去，你去了荷花见到你一批批的倒下去。看看这诗词多美，行了，就这个女孩。所以我们看到唐代的生活是什么样？所以我们看到不仅仅是一个富裕，还代表了一种情感，这是闺蜜之情。特别好的闺蜜一起见面了，看看在打水，往池塘里丢石子儿，把鸳鸯吓得飞起来，看到了吗？一起玩呀，似乎到公园了，是吧？而且第二幅，注意，第一幅是最下方，第二幅是左边，一起摘花，把蝴蝶吓得飞走。第三幅折柳，意味着什么？折柳相送，依依惜别。要快走了，大家去折柳。你看他都给你描述莲花画，特别珍贵啊。中国古代的莲花画讲述了闺蜜情深啊。第四幅最右边的，临别了都不舍得，手紧紧地抓住对方，依依不舍，看得很清楚。更加重要的有诗词，最外侧诗词：打水鸳鸯起，攀花蛱蝶飞，湘江采杨柳，何处不依？棒极了，诗词在这里。所以当你们的闺蜜过生日，千万不要没有文化写闺蜜生日快乐，把这首诗抄给她，她会大吃一惊，你怎么突然变得这么有文化了，是吧？听了于老师讲座，是吧？看看多美的一种情感的表达。所以我们看到了唐代不仅仅是造物，也看到了人的情感。好，这是金碗国宝，何家村遗宝。北大教授齐东方说的，这是代表盛世大唐的窗口。你要了解大唐，你就先看这个，对吧？这个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国宝，预示着一种文化的交融。这个碗的造型不是中国的，纹样、莲瓣纹、忍冬纹、鱼子纹、连珠纹，也叫团客纹，都不是中国的，来自于粟特。
工艺、垂叶加篆刻来自于粟特，几乎完全一个外来之物。但是中国人向来都是要加上中国的文化，中西方文化融合。中国文化体现在哪里啊？你们看出来了没有？鸳鸯，你看西域没有，外国没有，只有中国人知道鸳鸯的含义，代表美好爱情的化身。还有狐狸，是大唐人特别喜欢的一个小的走兽，狐狸。所以这两个就是代表非常重要的文化融合的特征。所以这个碗叫鸳鸯莲瓣碗金碗，显然是卖给中国人的啊。所以这个工艺垂叶加篆刻，我们看一看是怎么样的工艺，来自于西域萨珊王朝。萨珊王朝又受到了波斯文化的影响，所以你到伊朗、波斯一带，现在它的手工金属工艺还依然非常精湛。这是垂叶加篆刻，极其精美，看到了吗？这个雕出来的，我告诉大家比真品要差一截子啊，因为它的颗粒太大。这是唐代的生活，你难以想象有点心，受到西方的文化影响。除了一日三餐之外，还有点心。汉代现在证明更多的是两餐，唐代不光三餐，还吃点心，所以女孩不胖才怪，是吧？成天吃啊。注意，大家没有想过点心意味着什么？它是一个社交生活用的场景，所以不要以为星巴克现在才有，下午茶现在才有，它是一个社交场所。唐代就有宫宴，台北故宫珍藏的，你看这些夫人们在一起社交的场景，不光喝茶，耳杯里面放的是酒，盘子里放的是典型的下午茶的场景。注意，还有弹琵琶的、吹碧丽的、吹笙的、弹古筝的，看看，这是唐代人的日常的一个场景。我们现在只有羡慕，所以它是一个体验、文化体验的生活。好，这是特别重要的一幅画，就是这一幅画面。这个画面，一个是鉴真和尚，一个是我们看到的唐招提寺。唐招提寺超过了我们中国的佛光寺的年代，它比佛光寺还早。安史之乱之前，鉴真和尚带领中国的大明寺的工匠在日本建造，注意这多么珍贵，唐构建筑特别早期的代表作之一。这是中国文化对日本的重要的影响，建筑、宗教、政治体制、法律制度，方方面面，衣食住行全部在影响。所以日本是崇尚强者的，不把他脊梁骨打断，他不会跪拜你。我希望后面给我们机会。所以这个我们看到的这一幕特别珍贵的是什么？是一个文化输出的实物的见证。鉴真和尚像是生漆带夹注工艺，在鉴真圆寂之前，他的弟子给他塑造日本的国宝。我们见到了伟大的文化的使者。所以那一刻，一个家长告诉我，于教授，我要流泪了。而中国的游客大量跑到哪？跑到了浅草寺、东大寺去游玩、观光，而压根儿没有文化体验。在这个地方的中国的游客极少，所以我在想，这是中国现在教育出现的问题的另外一个角度的折射。它不是注重文化，不注重历史，可能只是名胜古迹而已。所以我在想，如果我带企业家去，一定到这个地方静静的打坐、冥想、思考一下、感悟一下，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收获，不再走马观花。这是我给家长和小学生出题在讨论。虽然天气很热，但是大家收获满满，因为得到的是文化的触动，完全不一样。
没人，你看都没人啊。这是唐代的造物，在日本正仓院收藏。中国所有的出土文物没有一件唐代的琵琶，因为中国的这些文物都是埋在地下，基本上有机物都降解不损坏，而日本它是珍藏，放到正仓院里珍藏，离地面大概有个将近1米的高度啊，每年还要晾晒保护，所以我们得以有机会看到了唐代珍贵的，这是细木镶嵌工艺做30多种木料拼接镶嵌而成，那个图案不是画上去，是镶嵌珍贵的木料，所以这个价值极高。你们在座的女士们背的包，很可能图案就来自于它呀，看到了吧？这个图案小碎花菱形布局，而右边的是紫檀镶了螺钿壳，加了玳瑁，巧夺天工，美轮美奂，完全可以给这个琵琶日本国宝。这2个琵琶都不展，只有重大的时刻它才展，平时我们去1年1度的正仓院展都不会见得到，所以珍贵无比。好，我们看一看，放大看看什么叫唐代的设计加制造，巧夺天工。看看啊，紫檀的镶了螺钿壳，加了玳瑁，我们看到非常的完好啊，揭示了一个时代的设计和制造工艺水平。大家看到这个图案，大家很熟悉了吧？一个企业在深圳的这个企业的标志就在这里，看到了吗？它出现在这里。华为，注意华同花呀，它一定能花作图腾啊，毫无疑问。所以华为它一定是和花相关的。好，唐代人的情感，一说到唐代，一定离不开唐诗。我们看一看《游子吟》，注意密密缝，迟迟归，妈妈一句话没说，孩子全部捕捉到，深深的亲情。所以他用诗词表达。中国的父母大家知道都是含蓄的，默默的奉献了一生，他不张扬，他也不要求你回报。看看妈妈就是这样，一针一线，密密缝，生怕开线。所以我很感慨，想起了我的父亲。我的父亲是特别严厉的父亲，我记事以来没有感受到父亲特别温存的举止，贴贴脸呀，亲吻我呀，把我很好的轻轻的抱住啊，没有。他认为男生就应该独立、坚强，要有担当。他是这样的，不敢让我变成感情细腻的那样的男子，他绝对不允许。所以这是骨子里的，可能北方人的教育孩子的一个习惯，一个想法。所以有一次我从树上跳下来，枯枝扎到腿里，断了几节，第2天做手术。结果当时最好的医院医疗条件还是那么差，我打了麻药，但是动手术的一刻，我居然是清醒的，就麻药失效了，或者打的时间太短，过了这个麻药期了，我居然是清醒的。第1刀我就疼得大叫。你想想，小学生啊，被按在床上，这第1刀下去，很深的一刀，我就大叫。我现在清醒的记得当时的场景，护士大呼小叫，把旁边科室的大夫护士全部叫来干嘛？压住我，再打麻药来不及了。我死被摁住，我一点动弹不了。那一刻我知道3座大山是什么感受，你一点动不了，你脑子是清醒的，只剩下无力的哭喊。在我最绝望的时候，突然我父亲俯下身来，亲昵的用胡子扎我。这是我一辈子得到父亲最亲密的举止，是在我最痛苦的时候。要知道那一刻我什么触动，特别幸福，父亲是爱我的。所以父亲去世的时候，我趴在墓碑上哭啊，我就说了这句话，我知道你是爱我的。所以这一点，我希望各位一定要好好的孝敬自己的父母，这是我们一辈子最应该做的一件事情之一。
好，这是喝了一通宵的酒，王维送他的朋友到安西。那这古人这一别很可能就是永别，不舍呀。注意，劝君更尽一杯酒，揭示了这样的一种感情。只有中国人特别珍惜这样的友情，庭庭相送，五里长亭十里长亭是干嘛的？送客的。所以中国人对友情的珍重，可以说是难以描述，是多么深的这种友情的表达。那如果大家和朋友分别的时候，应该唱什么歌呢？我觉得最值得唱的是这首歌《送别》。朴树是在演练的时候唱的，有人录下来。哇，这声音比较小啊。朴树为救他的朋友倾囊相助，他的贝斯手可惜没有救活，所以他唱这个歌是带有情感。我在很多中学1年10几场，在很多中学讲，我遇到了2次让我触动极深的情景，2个男生失声痛哭，一直哭到我讲完走出去。我实在不忍心让校长抱抱这个孩子。我问这孩子为什么哭，他说我的朋友走了，没有比生命更重要的事情，我们的教育出了问题。所以希望家长们你要珍惜我们孩子，最重要的是身心的健康，没有比他更重要的，其他都是次要的。所以他掩面而泣啊，他的好朋友不在了。所以我们看看最后是泣不成声。这是中国人的友情，特别特别的深，自古以来都是如此。这就是我们的文化骨子里的基因。好，谁写的这首词呢？弘一法师李叔同临终前写下了4个字：悲心交集。注意，李叔同的书法是非常棒的，你们查一查就知道，他为什么临终前有意这样写字呢？显然有他背后的深意。悲心交集，4个字。好，继承创新，各位看一看中国的美色，它不是 RGB， 不是 CMYK 的数值表达，它更多的是诗情画意，是意境，月白，知道吧？月色之白，它如同一轮明月挂在我们头顶，看到的是一个情境。所以中国人绝对不是独立的把色彩变成数值来描述。五行中国色彩的理论基石，金木水火土。为什么秦人上黑啊？秦人喜欢黑色，为什么？水德。这个朝代他信的是水德。为什么汉除了水德有黑还有红呢？火德，楚国的文化。所以汉，你看的汉服红黑是主色，这就是一个时代他对色彩的这样的一个认知。所以我们看一看中国的色彩，看一看彤云密布，紫垄烟幕。彤，有人叫小彤，8成是晚霞当中生的女，名字就透露出这个问题。好，我们看一看浮光跃金，浩赫轩昂。你看如诗如画的场景，当你念出来这句话，不光是颜色，它更多的给我们带来感情的共鸣。哇，诗一样的画面。所以我家邻居小孩在30多年前，大雪飘飘生了一个女孩，她姓江，绝对不能叫江雪，叫名字太多了。他说：“于老师，你给我女孩起个名字。”我是学工科的呀。像白毛。他说你白毛吧，可以，你给我女孩起。我一想，一定要留下
诗一样的情景，江雪莹，晶莹剔透女生，雪莹，所以后来考上清华了啊。开玩笑，不是名字的关系。我觉得可能文化性对我们生活特别重要啊，方方面面都会体现出来。看看我们的碧涧流泉，玄潭黑水，青山满目，天地玄黄。我在湖南长沙排第一的中学长郡中学讲的时候，第一次讲，大概在7年前讲的时候，一个高一的男生后来给我写道，当于教授读到天地玄黄的时候，他再也控制不了，热泪夺眶而出。我难以想象一个高中生在这个地方产生那么强烈的共鸣。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骨子里都有中华文化的基因，只不过是用什么样的共振让你产生共鸣。我希望我的讲座能带来一点点共鸣吧。好，这是另外一个2016领军人才班的同学，我们在座还有师班长，孔老师，还有就是孔总还有吴总，他们做的这个壶传家壶，大家知道这个壶卖多少钱？最一般的这个壶2999，为什么要卖这么高？它不是打价格战，它更多是体现设计和文化的价值。所以我给他建议，一定用唐草作为你这个壶的一个图案。为什么？唐草日本人迷恋的不得了，叫卡拉苏卡，日本人超喜欢唐草，听这名字知道唐代引进过去的草绘纹、缠枝纹、蔓草纹，都是这样的花卉系列。我们丢失了，日本人一直在用。我说为什么你做奢侈品你不用它呢？它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的这样的一个奢侈文化的代表，极其富贵、极其奢华的一个表现。他做了之后，去年的1月份做出来这个壶。注意一般的壶，它的一般的壶卖2999，这个壶卖多少钱？在直播间他说我这20把样品是不卖的，居然有人马上问多少钱，我要买。他随便报了个价18000，没想到人家直接下单，震惊了吧？他就感慨之极。什么叫高质量发展？是给商品注入更多的价值，其中就有设计和文化的价值。他买的绝对不仅一把壶吧，一把壶10几块钱就可以买。他为什么花更多的钱去购买它？产生了价值的情绪价值的一个链接。我相信他每次看到这个壶带来的不是一般壶的感受，他值这个价，他就愿意买。所以给企业家们也是要强调这一点。我们现在虽然市场竞争极其惨烈，但是高质量发展不是强调我们打价格战的这个模式，更多的是设计和文化的品质的增加。好，我们看看这2把壶都非常的棒。这个壶青花的是卖到俄罗斯卖的非常好，也是中国文化啊，它不是简单的一把壶，它形成了一个平台啊，非常的棒。好，新文化生活，这是我特别强调的一点。为什么提这个呢？我们不能只是沉溺于声色犬马，只是表层的刺激。但是看看我们现在生活当中可能大量的这种现象的存在，都是寻找刺激、表面的娱乐啊，都是一种快感。但我想，中国人他历来强调是文化的重要，是根植于内心的触动。所以当下随着物质生活的提升，我们不再去担忧衣食住行，开始追求什么？一定追求更高的精神的感受。所以新文化生活特别重要。我们不要身着非常昂贵的奢侈的服装，但是你的行为语言特别粗鲁，没有修养。我见到很多都是这样的，这样的人不被人尊重，不被人尊重。所以
日本的一个著名的车评人，当比亚迪崛起的时候，他们说了一句话：日本完蛋，中国制造崛起了，中国设计崛起了。但是底下一个聪明的日本人只写了一句话：中国的设计经济的崛起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文化复兴。别人说的恰恰是我们要做的，所以我们不要再仅仅沉溺于表面的快乐和刺激，成天打牌，成天只是表面的一些娱乐。能不能读一本书，去欣赏一幅画，去听一首音乐而感动的潸然泪下？这首曲子无论东西，感动了一个小学生，泪流满面。他的妈妈告诉我这孩子感性素质太高了，无论东西，纵观万有。今天讲座的就是讲出了这个道理。我们继承中国的文化，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图样，一种色彩的继承，更多是精神的继承，造物的精神，追求卓越和极致，敢为人先，不就是我们要继承的吗？各位想象一下，今天我讲有多少文物触动了你？多少年前的我们当代能不能拿出这个造物精神，同样来触动我们的后人，我们2000年后的后人，甚至5000年后的人，能不能？至少现在我不能保证，但我相信一定会实现。所以希望大家更多的关注我们的文化，所以这才是今天讲座特别重要的寓意。好，最后看看这个场景，这个场景很普通，特别普通啊，深圳到处都可以找到。但要知道，师法自然而激情于山水，或者道法自然，是中国文化当中的特别重要的精神部分。不要忽略了自然，大自然就是我们中国文化特别强调的一个重要的资源。所以王维把大自然当作一生的道场。在座的有孩子们，特别强调家长在假期的时候一定带孩子走进自然。我们在座的成人也一样，身心疲惫，要打工，要奋斗，一定给自己留下一段时间走进自然。大自然是抚慰我们灵魂的重要的资源，也是给我们启发和感悟的重要创新资源，千万不要忽略。所以最后就以苏轼在《赤壁赋》里面写下的这些话作为结束：惟江上之清风，与山间之明月，耳得之而为声，目遇之而成色，取之无尽，用之不竭，是造物者之无尽藏。希望大家牢记，这个音乐包括之前的音乐都是精心挑选，所以我要对所有用过这些曲子的作曲家要表示致敬。音乐也是文化重要的载体，大家不要忽略这一点。最后把他们请出来，这里面有中国的丝竹，有外国的交响，有西方的旋律，也有东方的节奏，所以一首首精心挑选，本身它就是文化的表达。那我记得有一首我熬了整整一通宵才找到了这支曲子，所以今天可能有些观众会有触动，可能这种触动很大的因素来自于音乐，悄悄的让你产生了共鸣。所以看一看这么多的曲子体现在2个小时的讲座当中，也证明了看看大部分都是中国文化的反映这样的内容的曲子。
所以向这些作曲家们致敬。最后一支曲子就是《美丽千年》，显然希望中华文明依然美丽千年。谢谢。非常感谢于水怀教授精彩而又深情的讲述。从古代先民的陶俑中，我们能够感受到他们的体温。从唐代的华美气象中，我们能够感受到那个时代的自信与包容。于教授呢，不仅为我们解构了古代造物的技术密码，更为我们带我们感受到了中国古代造物的文化内涵。那么我们现在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想跟于教授提。